大鼻涕进嘴儿，终于知道甩了；中国资产涨了，终于知道买了。现在呢，全球竟然开始不唱衰中国了，而是开始吹要买入中国资产。我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海外主流机构都在讲什么啊。首先是德银直接发布了一份报告，叫《中国吞噬世界》。这个报告里强调说，中国资产的价值被严重的低估了，说今年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的一年。然后是瑞银说，中国股市的投资机遇非常的乐观。美银建议强烈要做多中国。高盛持续看好中国，说今年中国股市的涨幅超过20%。还有就是今年1月份的达沃斯世界论坛上，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 CEO 建议投资者都把美国科技股给抛了，增加持有中国的资产。就连之前强烈看空中国的摩根士丹利也转变态度了。上个月呢，把中国股票的评级给上调，说中国股市会出现持续的上涨。那为什么国际舆论突然开始反转的这么快？我一直跟大家说，说服别人不是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而是靠晓之以利动之以义。让外资态度改变的背后呢，是3个让西方破防的中国时刻。第一个时刻是去年圣诞节，中国的6代机首飞，中国航空技术突然大幅领先西方了。这标志着西方在热战上已经没有胜算了，他们再也没有这条路做选项了。第二个时刻是今年年初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啊，震动全球啊，纳指开始暴跌了。美国科技股7巨头市值遭遇重挫，英伟达到现在已经跌没快1万亿了。那为什么 DeepSeek 的影响如此巨大？是因为它标志着过去2年里美股一直讲的，说他们才能引领下一次科技突破，他们才能引领未来科技的这种大话，突然主角变人了呀。那第3个时刻呢，就是语数机器人登上春晚舞台，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中国机器人在那儿扭这个手帕嘛。这个就标志着什么呢？它标志着就是我们国内的机器人产业开始要大爆发之后，那么劳动生产率一定会极大的提升。未来哪怕别的国家再便宜的人力，也不可能撼动中国制造的地位了。别再讲什么产业要转移去越南、去印度的事儿了啊！当机器人把劳动生产率的曲率扭转之后，这就像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蒸汽机、发动机时代了。然后你还说什么印度有充足的马匹能够拉动车呢？再便宜的马车，它速度能快过发动机吗？笑话多可笑！那2025年的开年呢，短短2个多月，这几件事情的爆发就标志着打不过要怎么样啊？打不过就加入呗。正巧呢，我们国家现在开大会呢，对吧？对外又传递出了2个态度。第一个态度是要继续强劲的、狂热的发展高科技，这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领先不会停滞的，而是会越来越甩出他们更多的身位。那意味着后续还会一遍一遍的有更多的新闻反复的出现，对外传递一句话，叫你打不过我呀，你打不过我呀，你打不过我，就这句话啊。那第2个态度呢，则是对外资开放更多的领域，同时对外免签从144小时延长到240个小时了。这就像是在传递第2句话，说你加入我吗？你加入我吗？你加入我吗？啊，这就是近期呢我们国家开大会对外给出的名牌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的对手也在给我们送分。你看美国现在36万亿的巨额国债，不知道哪辈子还能还得完。而特朗普呢，现在一会儿说宣布加关税，一会儿又宣布暂缓了，又一边呢说一会儿搞裁员调查，压制对手党，一会儿又开始缓和敲打了。大家不用嘲笑特朗普啊，因为他玩的这个手段呢，正是他写的那本《交易的艺术》这本书里写的，说谈判要极限的施压，给人对方施加精神压力嘛。但是这一套在商业谈合同、谈价格的时候还是好使的。你一会儿唱红脸，一会儿唱白脸，反复的拉扯情绪啊，最后让对方情绪崩溃了，把订单价格又压低5毛钱。商业上管用，但是政治上呢？政治上的稳定性远比价格更重要。而特朗普持续玩的这套，就是在人为扩大不确定、不稳定性嘛。所以也难怪华尔街大佬开始纷纷站出来说美国经济要大衰退了，很多人减持美股，巴菲特甚至把标普500指数都抛掉了。而包括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啊、阿帕鲁萨管理公司在内的很多知名的对冲基金呢，早从去年开始早就开始抛售美国科技股，开始买入中国资产了。因为美国经济在充满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同时，他们的政策现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嘛。所以东升西落，这场国际舆论反转的本质就是中国用科技改变了全球资本的信仰。而到目前为止，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也才算是刚刚开始。
我从去年开始呢，就反复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中国资产被低估了，让大家大量买入什么大国企、大银行等等。那听劝的朋友，去年应该能够有稳定的获得40%左右的收益了。而今年呢，我们更要看到啊，我们目前14亿人超大规模的市场开始复苏了，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这个越来越领先了，叠加先进技术的爆发，再叠加到现在全球资本开始看到中国资产的战略机遇，那大家不能等到外资吃完肉我们才醒悟嘛，错过当下的时机，你未来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了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，不能让外资给抢跑了。